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头的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看美国老铁们如何作死，然后被一个个干掉的美剧《美国恐怖故事》的第9季《1984》。这部美剧我之前发图文推荐过，知道你们期待已久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1984年，我们的女主小白是个大学生，刚刚搬到洛杉矶读书。虽然人生地不熟，但懂得身材管理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。小白报名了健身操课程，不仅可以保持身材，还能在健身房里勾搭帅哥。她很快就在课上发现了一个肌肉型男，矫健的身姿，看着小白那叫一个春心荡漾。也许是上帝听到了小白的呼唤。下了课之后，一起洗澡的金发妹阿莲看出了小白的心思，带着他跟肌肉男见了面。这个肌肉男叫大壮，原本是个运动员，却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服用药物被禁赛，因此无缘84年的奥运会。大壮还有2个好基友，分别是18线小演员帅帅以及黑人男护工铁柱。这3个人加上阿莲，都是这家健身房的常客。几个人正在聊着洛杉矶新出现的杀人犯夜行者，最近几起凶案都跟他有关，城里不太平。帅帅决定出城避避风头，他在城外的红木夏令营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，被邀请其他4个人一起去。正所谓拥抱大自然，远离杀人案，自由美利坚，快乐每一天。阿莲、大壮和铁柱纷纷答应了帅帅的邀请，但是小白毕竟刚认识他们，再加上学校还有课，于是就拒绝了。临走之前，阿莲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让小白改变主意，随时给他打电话。晚上，小白回到家，独自一人吃着晚餐，睡觉前他把首饰放进了盒子里，看着满满的首饰盒，他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满足。沉浸在刚认识帅哥的兴奋中，小白沉沉的睡去。半夜，小白突然被一个男人掐住了脖子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帅帅口中的杀人狂夜行者。夜行者抢走了小白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却发现里面只有1件首饰。之前小白明明把所有的首饰都放了进去，咋就剩1件了呢？这个坑大家快拿笔记一下。夜行者非常恼火，准备给小白放点血。好听吗？好听就是好头。2个人的打斗声引起了邻居的注意，夜行者只好跑路。走之前撂下狠话，一定会再次找到小白，让他付出代价。咋有一种放学别走，去操场打一架的小学鸡既视感。不过小白毕竟是个弱女子，吓到她立马联系阿莲，和他们一起去夏令营当辅导员。在车上，阿莲还安慰小白：“咱们都跑乡下去了，这个夜行者肯定找不着。” OK，flag 立得稳稳的。说话间，几个人来到了暑假油站。帅帅作为一名小演员，需要了解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人给他新的片约，于是找到一个公用电话，听了一下自己的语音信箱。帅帅这是背着什么故事呢？大家继续拿出笔记下来吧。加油站的老板听了几个人要去红木夏令营，警告他们赶紧叫他回家，要不然肯定会死在那里。我们都知道恐怖片的常规套路，越是有 NPC 强调不能去，主角一行人就偏要去。路上他们又是嗑药又是聊天。恐怖片常规套路第2条，主角们这样开车肯定是要出车祸的。果不其然，帅帅一脚油门就撞倒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戴了个头带，就叫他头带哥吧。5人组赶紧下车检查头带哥的情况，但奇怪的是，头带哥都被撞飞了出去，居然没什么大碍，只是他身上有许多旧伤，嘴里还说着胡话，说你们不该来这里，莫非是把脑子给撞坏了？小白提议把头带哥带到营地治疗。帅帅同意了，但是要求几个人口径一致，不能说是他开车撞了头带哥，而是头带哥自己晕倒在了路边。终于来到了红木夏令营，大家找到了这里的老板娘眼镜姐。眼镜姐表示，不久就会有一群孩子来度假，让他们做好准备工作。工作安排完了，几个人又手忙脚乱的把头带哥送到了营地的医护人员黑妞那里。黑妞诊断之后表示，头带哥只是脱水了而已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看到头带哥脱离危险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眼镜姐带着几个人熟悉了一下附近的环境，夏令营附近有一个很深的湖，孩子们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才能用完。眼镜姐又给他们介绍了营地的主厨胖婶，胖婶是红木夏令营的老员工了，对这里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听说眼镜姐要重启夏令营，第一时间就回来上班了。至于夏令营之前为什么要关闭，据小道消息是因为某一个人。对于这个人是谁，咱们先按下不表。接过炮手之后，眼镜姐把几个人带到了宿舍。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离着还挺远，而且禁止男女混住，禁止发生关系。眼镜姐说，她之所以盘下这里，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纯净、神圣、得体的地方，所以禁止任何人搞黄色。看来这个眼镜姐也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。晚上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，黑妞也加入了进来。小白还在为夜行者的事担心，阿莲安慰他，夜行者是不会找到这里的，也不会有坏事发生。他可能觉得之前只立1层 flag 还不够，必须得再加1层。然后就是恐怖片常规套路周3，晚上大家围在一起聊天，就一定要有人讲鬼故事。黑妞接过话茬，虽然她只是个临时工小护士，但也或多或少了解这个夏令营当年废弃的原因。时间回到14年前，也就是1970年，在红木夏令营的房间里，一男2女在一起愉快的玩耍，突然其中一个女孩听到了一阵钥匙互相碰撞发出的叮叮当当声，另外2个人并没有在意，继续调情。这个妹子也没多想，准备脱衣服加入他们。妹子还没好，在黑妞的记忆里，这个杀人狂外号叫叮当叔，是红木夏令营的辅导员，当年残忍的杀害了10个人。叮当叔参加过越战，累过血的战功，还有个变态的癖好，就是每杀一个人就要割下他们的耳朵做成项链。军方得知后，立即把叮当叔开除军籍。走投无路的叮当叔就来到这里当起了辅导员。几个人正说得热闹，夏令营新任老板娘眼镜姐走了过来，告诉他们，当年其实只有9个受害者。大家都很好奇，眼镜姐是咋知道的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少了一只耳朵的眼镜姐到底是怎么戴眼镜的呢？不会朝一边滑下来吗？
好吧，真正的问题是眼镜姐是如何顺利逃生的呢？据她回忆，在受伤倒地以后，眼镜姐好像受到了上帝的感召，即使被割了耳朵也毫无反应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丁大叔被抓住以后，眼镜姐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指认了他。很快，丁大叔就被判了刑，关进了精神病院。虽然丁大叔已经伏法，但他依旧是眼镜姐心中的梦魇。眼镜姐买下红木营地，就是为了直面自己的过去，克服心中的恐惧。早上起床拥抱太阳，让生活充满满满的正能量。与此同时，躺了一天的头戴哥终于醒了过来，一照镜子，这哥们儿的耳朵居然也被割掉了，伤口还在流血，显然是不久前刚受的伤。这是咋回事呢？咱们先把这个疑问放一放，继续来看我们的主角小白。小白因为不放心头戴哥，一个人来到医务室，看到醒过来的头戴哥，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小白让头戴哥回床上休息，并表示可以帮头戴哥联系他的家人。头戴哥却告诉小白，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。小白感觉莫名其妙，电话线要是切断了，这里又怎么能重新营业呢？这就与重新营业又把头戴哥给说懵了。问小白这里是哪里，小白告诉他这里就是红木营地。一听这个名字，头戴哥立马激动了起来，抓住小白的手臂，让他赶紧离开。小白吓尿了，跟另外4人说了这事儿，大家都觉得头戴哥肯定是给撞傻了。此时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啊，原来是活动指导员特长哥回来了。这个特长哥到底哪里特长，大家自己看就明白了。一般的阿莲当场就把持不住了，跟特长哥到外面的湖里约了一次裸泳。就在特长哥一个猛子扎了下去，准备吃点海鲜的时候，远处的湖边突然出现一辆车，打开了车头大灯，晃得阿莲赶紧避了餐。这个打扰二人 happy 的远光狗到底是谁呢？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几天前，一个女医生开车来到了一家精神病院，这里的病人全都跑了出来。临走前还把所有病房的房门打开，让所有的精神病人都跑了出来，给自己拖延时间。女医生来到了之前关着丁大叔的房间，发现地上有一张残缺的报纸，上面报道了红木营地重新营业的新闻。女医生明白丁大叔一定对当年眼镜姐指控他怀恨在心，现在红木营地重新开业，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去找眼镜姐报仇。此时我们的丁大叔果然正朝着红木营地走去，首先遭殃的就是之前加油站的老板。丁大叔拿下一血后，获得了装备、钥匙一串、汽车一辆。红木营地这边，几个人还在看奥运会的直播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。看着电视中的运动员们，大壮不仅伤感了起来，却遭到了小白的吐槽。被小白打领的大壮很是不爽，准备给小白互撕，一旁的铁柱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替小白说话。大壮一气之下划伤了铁柱的手掌，铁柱向医护人员黑牛求助，黑牛却说现在是非工作时间，让铁柱自己看着办。小白再告奋勇去给铁柱找绷带，然后独自一人来到了医务室。小白和丁大叔开始了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把耳朵割下来给你的游戏。小白就这样一路跑回了宿舍。果然爱运动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。小白惊魂未定，向众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。不信邪的特长哥开门一看，门外却什么都没有。最后几个人来到了医务室，被钉在门上的头戴哥也不见了踪影，就连血迹都没有了。小伙伴们都以为小白因为夜行者的事得了被迫害妄想症，而头戴哥就是身体痊愈以后自己溜了。晚上，小白听到外面突然响起了电话声。头戴哥不是说电话线被切断了吗？这他妈是鬼来电还是午夜凶铃呢？小白决定去找阿莲求助。这可小白吓够呛，阿莲说自己拿刀只是防身用的，让小白别多管闲事，赶紧睡觉。但要是没有好奇心，怎么可能当得了恐怖片的女主？小白独自一人来到了屋外，接起电话，却发现电话里根本没有声音。Who is this? 以上就是美恐1984的第1集内容。作为 FX 的台柱子，今年已经是美恐播出的第9个年头了。本期的美恐更是把故事设定在1984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，剧情中融合了当时的流行元素和热点事件，再加上不断出现的传统恐怖片常规套路，颇有一丝复古的意味。就从第1集来看，编剧挖的坑实在不少。说这电话里的神秘声音究竟是谁？眼镜姐重新开放红木营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被割掉耳朵的头戴哥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夜行者又是如何找到小白的？丁大叔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？这一切的答案都会在后面的剧集中为大家一一揭晓。喜欢绵绵视频的小伙伴，不要忘记给视频一键3连，把视频转发过2000，咱们明天就更第2集，拜了个拜。